我爸怎么就突然犯病了？你先躺一会儿啊。急救医生说打120的人叫朱大宝。我查了一下急救地点，就是朱大宝他们家。我爸去那儿干嘛呀？不知道啊，估计气不过找他理论去了呗。可真是。医药费公司已经垫付了啊，会从你工资里扣。11呀。啊？爸，这位是？我是侯爵，说，我是那个11的客户。哦，坐。好。11呀，你怎么让客户来接我？这多不好意思。说，是我们不好意思。11本来早就能来了，但是中间我有点事儿，就给耽误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哎，钱钱，我作为11的客户，我要替11感谢你，感谢你替他来看他爸爸。公司有规定，队员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管家里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必须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。公司会第一时间到队员的家里给予支持。哦，那11，我得说你啊，你以后啊，你得把我当成兄弟，当成哥们儿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。以后我们像这种问题，我们要先把正事办了，再回去打架，对不对？打架打什么架？哦，没有，他们说是游戏里的打架。哦，这话你说反了吧？你应该把11当成你的哥们儿啊，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我们工作11就是我哥们儿啊，11你就是我哥们儿啊。歇一会儿啊。11呀。啊？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哎呀，爸，你看你这做手术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事儿别跟你妈说哦，她来了，我死都死不安生。是吗？什么？你知道11的父母离婚了？知道。11的父亲因为投资被骗，欠了巨额债务。这些年，他不停地工作为他父亲还债。他掏空所有的积蓄，车卖了，住在公司宿舍里，不舍得花1分钱。可以说是节衣缩食，对自己特别的苛刻。说真的啊，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了。侯先生，这份工作对11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难他了？他现在真挺难的。我也没为难他。11呢，个性强，不喜欢跟朋友们说他的难处。我跟你说这些呢，是因为我信任你。但是也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在为11求你，我只是希望呢，不要因为任性让他丢了这份工作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队员如果被退回，都会被记录在案，想重新上岗就非常困难。如果这样，11父亲的债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还了。你也看到了，11他非常的孝顺，这件事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。咱们俩到底欠了多少钱来着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私人的事情，我就不方便多说了。好，行，知道。谢谢。11，哎，我先走了啊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照顾好叔叔。叔叔，
您好好休息，过2天我来看您。谢谢你啊，叔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去送送啊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看见我手机了吗？啊，我给您收抽屉里了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嗨，跟我说什么麻烦？走了啊，拜拜了。哎。不好意思让你在这陪我，医生一会儿会来检查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不走了，今天不走了。你爸这刚做完手术，晚上得有人陪护，一会儿我跟那个护士租2个陪护床，陪你这儿待着。正好一到饭点了，一会儿要打饭了。你陪我在这儿陪我爸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不得保护我吗？你确定？哎呀，没事，你快叫你朋友都走吧，我陪你待着。那委屈你了。哎，快点，快！那小陈，哎，来了。叔叔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好。今天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陪我爸就行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嘞。哎，饭到了啊，出来打饭了。打饭了，快！饿我一天了，快！吃饭喽！这花卷还是什么呀？这个该想吃什么？丸子，我也要丸子。好，谢谢。这个，你别动。我来排点，土豆什么的放点青菜。李处啊，我老五，我去找那个大鹏谈了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澄清一下。不是我们家11有问题，是那个大鹏见异思迁，他是个混蛋。我见到那个女的了，他自己亲口承认的。我让大鹏打电话跟你解释，他不答应，他就不说。这事儿我不能不说呀，这关乎我家11的名声。大鹏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。哎，说那个光屁股那哥们儿呢？好了，那我挂了啊。哎，11，我给您打饭去了。这是我让他们都走了，今天我陪你。这对，今天说我俩一起在这陪你啊。这不合适，你工作忙，人家小侯也有事儿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说，您呀就安安心心养病，我俩一直在这陪着你，我就当这个体验生活。这生活有什么体验的？哎，吃饭。别操心了。大馒头来一个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吃不了这么油腻的，你先吃吧。吃不了吗？嗯。你吃？我不饿，你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那我吃了啊，我吃了。爸，你渴不渴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笑？我是真担心你。那我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？唉，我是不应该相信那个刘铁浩说的话。像他们这种人啊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放手。我后来又给了他5万块钱啊，我让他收手，他已经不听我的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当然不希望他伤害到侯爵了。那他会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呀？那你想想，他要是那么干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是他的财神爷啊，对吧？
我让律师打听了一下，至少要判他3个月到半年的拘禁。我想他出狱以后就会要用钱，就一定会来找我。真是太可怕了！要是被这种人讹上了，那可就没完了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？啊？我们不能就这么离开了，我们要利用好这3个月。那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小敏，你想不想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跟我生活在一起？想不想我们去环游世界？你们回去吧，不用陪，都那么忙。医生要求的。对呀，叔，你别赶我们走啊！我还没睡过这种床呢。这孩子，这陪睡床有什么好睡的？我体验体验，感受一下集体生活。哎呦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谢谢。咱俩说几个不？够了。谁赢了谁先洗脸刷牙。你赢了。好嘞。闺女啊，这小侯总他多大了？26。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？你说对了。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我跑去跟那个混蛋打架，你为了保护我，连老爸生病都顾不上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不靠谱过。现在明白也不晚。哎，你那个混蛋前任到处造你谣，还把你爸气病了，你不想报复他一下？想。太好了，那咱们还能做朋友。真怕你大气凛然地跟我说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如果没有我爸这事儿，我都已经把他给忘了。哎，我挺羡慕你们父女关系的，替父还债，现代花木兰呢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不告诉你。我可是一边还债一边抱怨，我看见我爸就一肚子气。别夸我啊，再夸我，我以后就不好意思发脾气了。那你就别发脾气了，你那么伟大。你和侯总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不生气的感觉？没怎么，他对我妈不好。可以说说吗？不可以。哎，我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我终于决定答应你，以后我尽量不惹你了。以截屏，必要时可
可以作为呈堂证供。哈哈。晚安。晚安。喂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胡总，什么情况？按照公司的财务管理规定，账户的3个 key 分别掌握在我、会计和出纳手里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，key 都在，而且财务部办公室的门和我们抽屉的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。监控录像调取看过了，转账时间点之后，没有异常人出入过财务办公室。警方怎么说？军警第一时间赶到，调查取证之后已经走了。初步怀疑是有人用病毒侵入了内网，调取了3个密室的密码，成功转账的。能查到这笔钱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对方账户在所罗门群岛，和我们国家没有司法协助协议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际洗钱组织会帮助国内的人在所罗门开设账户，所以很难追查。不是那很难追查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追查。2000万，2000万啊！就算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这事儿啊！几乎不可能。上次我们公司内网遭受攻击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安排了防火墙要升级了吗？是的，我们聘请了最专业的安全公司，做了网络渗透检测、安全加固。可是这次的黑客似乎太厉害了点儿。那你们要想办法，想办法呀！马勇，别嚷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没有办法防范，是这意思吗？如果是有针对性的高端黑客，防不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还有，这个消息千万不能外露，听见没有？好的。侯总，现金支付账户被转出2000万，而且现在我们账户只有221万，有8000万的应收款，最快要到下个月3号才能到账，但是明天还有580万的应付款，您看怎么处理？我会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来应急。马勇，啊，这个事你来办。啊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先去吧。啊。公司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？侯总，您先消消气儿，
咱们该追追，该查查。我想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这几个财务停职了吧。暂停他们的工作，公司怎么运转？如果真的是这个黑客干的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会再去银行开一个基本户，如果再出状况，那就证明这个黑客一定是公司内部的人。对，我觉得这话您说的有道理。我侯志荣这一生遇到无数的对手，但是手段如此高明、不露痕迹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遇到。看来这个黑客针对的目标不是侯爵，是我。可笑的是，我到现在为止居然连一个怀疑的对象都想不出来。红姐，一会儿把这个月的财务报表给我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小黄，你对一下这家公司。护士您好，请问一下，武天意住在哪个房间呀？武天意是吗？对。哎呦，叔，您在这边可真得注意点身体啊！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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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又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呀？听鞋跟声就知道你来了。姐，您坐。叔，我给您打壶热水去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好嘞。怎么你成姐了？挺好一孩子，就是眼神差点意思。怎么的？证明我年轻，是你这个大叔眼神差意思吧？这谁请的？小猴请的，挺不错的。十一告诉你我住院了？不然呢？看新闻联播看的。我没事儿。这么多年生病，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？别担心啊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这是有个幸灾乐祸的机会，找乐子来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又得拖累十一吗？你说说你。好，你乐会儿就忙你的去吧，十一都安排好了，还有护工呢。你到底怎么弄的呀？我去找那个大鹏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的？他家里还有一个女的。那女的上来就承认，是大鹏出的轨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个渣男！大渣男，把我给气的。醒了以后，我就躺在这儿。好你个朱大鹏！你干嘛呀？要给他发微信？发什么微信？我早把他拉黑了。我听说，现在他正在参加10大人气作家评选，现在排在第10位。比第11位多200多票呢，好像投票截止到今天中午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为中国的作家行业铲除害虫。完全赞同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张老师这么着急找我们来，什么事啊？一人拿1袋吧，来吧。
老师，这得哭多久才用得完啊？今天要哭的不是你们。来，我跟你们说。阿姨们好。哎，好好。小朋友们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姨啊，送给您一包竹痱纸巾。哦，好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也有啊。大姐您好，请问你们有时间吗？没有没有。哎，大姐。阿姨们，打扰你们一下，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网络10大作家评选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投个票吗？可以。你们扫一下这个2维码，然后投票给63号。这是送给你们的竹痱纸巾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好，感谢啊，在63号，谢谢啊。写了一晚上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今天天气好好啊。写到哪儿了？我来看看。这不还是昨天晚上的地方吗？我怎么跟编辑交代啊？我也想写快点啊，没思路，我能怎么办呀？嘿，找借口是吧？哎，你给那个网站打电话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打啊？你明摆就是被那63号给黑了，你得打，你得投诉，投票不能算。那63号作家我认识，他别宅系的，老实人，出了名的。我说他黑我会被骂死的。那被骂是一时的，官方给的结论是一世的。再说了，明明就是他黑的你，凭什么不投诉啊？那也许是他的粉丝组织起来给他投的票呢。对，主要是我不想惹麻烦。你受委屈了，你还不想惹麻烦？每次跟你一说正事你就睡觉。真不知道当初看上你哪儿了。小梅，你跟我在一块儿开心吗？就剩开心了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如果要是以后我没什么成绩，也挣不了钱，还总让你失望，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我养你呗。真的？你今儿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别打乱我思路。你说这个男2号怎么那么渣呀？放着一个好姑娘不知道好好珍惜，写死他！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德行。做早饭去，饿了。哎。田总监的账呢，我反复都核对了，账面非常的清晰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田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务，头脑清楚，人也踏实。应聘那会儿我还记得他的简历，他是当地的高考状元，2次奥数比赛的第1名。大学专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而且精通计算机软件编程。像学他们这行的，智商一般都比较高。我希望这次的调查结果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。怎么样？选好没有？这块口感肯定好，是吧？这是吊绒啊！就它，就它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就它，快，穿吧。啊，1斤2两。行，就它。行啊，行。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大出血啊？平时你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啊？
你不懂。那个零头就不给你了啊！哎，没事儿，这么熟了，行了，慢走，最好的肉，最好的，我保证。哎，娘，出锅了，出锅了！哎呀，挑个大点的，挑个大点。哎，等会儿，小飞，换过来。快！我加点花椒。行。来，天哥。你抹点水就不得辣眼睛了。哎，小黑，哎，拿着，地址我都发你手机里了，一定给我送。这个还是我来吧，这个饭点人这么多，小黑忙着呢啊，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。送好啊，慢慢送啊，里面我做了很久的。啊，好的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啊。快去吧。哎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好嘞，好。行。快来把货。哎，木耳感觉挺好的，哎，谢谢。给你。好。多吃点。好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我。哦，你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嘞。小家宝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就是钱小燕？对，我是。你是个教官呢。海轩给你的。谢谢。哎，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。谢谢啊。就这些是吧？行，今天多送你们一杯果汁，每人一杯啊。吃好了。噔。牛肉很好吃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多少钱？我付你。这个呢是给你的特供牛肉，无价。拜托不要送了，我不想无功受禄。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功德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我加油。我什么时候来的？辛苦了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我代理的邮轮公司啊，今年要进军国内市场，马上要组织一次上海到首尔的手环活动。哎呀，你这我也不好拒绝，但是我这手头有项目忙着呢。这样吧，你们先玩着，我有时间过来找你们。还说，开玩笑的，我每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呀？我现在什么情况，11岁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嗨，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工作了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都热爱好几天了。行了，我先忙了啊，不说了。
我决定了，咱俩今天晚上还是这儿陪你爸。为什么？你没发现你爸？你看他表面上说他这个让咱们走，不让咱们待这儿，其实他心里挺想咱们待在这儿的，挺舍不得的。没事儿，他一个人生活10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习惯归习惯，他不一定喜欢呀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善解人意了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算了，还得工作呢。没事儿，我电脑都带来了，你就别烦了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咱出这儿。你能不能别一直坐马桶上，看着怪别扭的。我去租床去。啊？那护理床我还得租1天，2张。哦，好。哎，小侯啊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赶紧回去睡。没事没事，我俩再在这陪您睡一宿。那怎么行？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不耽误，在这也能做。你看这事闹，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别，您躺好，您躺好，您好好养身子啊，我自个儿弄。那慢点啊，慢点。放心吧，慢点。这怎么下不去了？哦，把那个打开。好。哎，慢点。哎。你看这事。进来干嘛？你干嘛去？我上公司拿东西。现在啊？啊，你睡吧，我自己去。不用，走吧。你怎么那么晚还在这儿啊？我在加班呢。啊？没有人。怎么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我在写侯总要的失窃资金调查报告。啊，我越想越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怕被发现啊！听我说，你想想，他们现在发现什么痕迹没有？啊？没有。有什么证据没有？我们有什么好怕的？傻瓜！哎呀，不是，那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呀，这第一次晚上来公司啊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公司晚上也没个灯，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恐怖？没有人，我觉得才安全呀。没有感觉恐怖吗？没有啊。不恐怖吗？啊？干嘛？配合我一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配合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吓我一跳。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儿，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妈呀，要不趁别人还没发现，咱们把钱还回去，好吗？你疯了，小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？不是，你千万不能那么想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旦那么做了，那我们俩只有我去认罪。你想不想我去认罪？你想不想他们抓我？我不想。将他收好，走着。锁门。为了我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小明，好不好？啊！真无聊，跟你这种走夜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快走吧。怎么了？有贼！我来！我来！小，哎呀，不要！3、2、1。拿走啊！侯远。哎呀，我本来想走下坡通道的，我这一看，哎呀，关灯了。哦，坐电梯吧。啊，坐电梯。不好意思，马总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侯娟，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是一时冲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身上不是真的那么回事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你知道吗？别跟我说，你爸要是知道了，我就只能辞职了。侯娟，我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就相信我。好，谢。走了，是吧？走了，谢啊，谢谢。小明，你没事吧？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记得了，刚才太着急了。我跟他解释了。不是他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啊？我们是正儿八经谈恋爱的。他刚才看着我们在这偷偷摸摸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是误会。哎，小明，你不能！哎呀，不想跟你说。哎呀，小明，好了，我求你了，小明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小明。哎呀，小明。哎呀，马勇这老哥深藏不露呀，看不出来吗？平时哎。你说他这算是办公室恋情吧？啊，他身为一个高层领导，知法犯法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发展一下，变成办公室无间道？哎，你说刚才是不是给他吓够呛？行了，这个就是我定制的海城8号的施工方案啊。咱们大伙儿看一看，
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建议，不同看法都提出来，都说一说。这小侯总都说完了，来，大家都谈谈你们的看法吧。小侯总这个方案不错，用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建材。实施方案很合理，而且预算都控制在范围之内。然后呢？意见呢？建议呢？小侯总，您给出的方案理论上非常完美，但是这种材料我们国内没有使用过，必须邀请国外的设计师亲自来指导。咱们的工人不会施工，要请国外的工人来施工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要请国外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话，那它的费用和周期可能会增加。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没有把握。那这个材料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通常来讲，如果用新建材的话，我们会把工人培训时间和返工的时间计算到工程的周期里面，但是这次我们没有这个时间。那你们说一圈，意思就是我这个方案不可行是吧？说话呀！哎，那个小豹，啊，你说两句，你看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啊，小侯总，这个新型材料呢，我也没用过，的确不太熟，所以我也不太好提意见。行吧，散会吧。你说这个小侯总啊，对呀，真是想一出来一出。建筑设计师月薪2万。小韩，小韩，哎，马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什么视频那么过瘾呢？怎么没看视频呢？走，侯总叫你。哦，好嘞。进来。哎，侯总，您找我啊？小韩，来，坐下说，坐。那个，今天那个海城项目会开得怎么样啊？坐。挺好的呀，那个小侯总思想活跃，头脑清晰。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需要你直言不讳。我是说的实话，真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侯爵来挑头去实施这个项目吗？因为小侯总很优秀啊，您的眼光也非常准。错了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是为了要用事实来告诉他，他的能力水平根本就不够，所以他现在还达不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。我为了锻炼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现在这个海城项目啊，马上就要进入正轨了，具体的实施还是由你来主导。嗨，怎么样？侯总，您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等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，你就知道这个爸爸不好当嘛。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小韩，好好干，有任何要求尽管向我提，公司全力配合。好，行吧，侯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小韩，你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侯总，还有一个事儿。你说。就是之前咱说的那个设计总监的事儿。设计总监，哎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啊，小韩呀，设计总监这个头衔实际上是个虚的，业务能力水平
这才是实的。你的业务能力水平，全公司上下谁看不见呢？那你需不需要我专门给全公司召开一个大会？我在会上我说包小涵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啊？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呀。不，那个侯总，您误会了。我知道您非常重视我，我也真的非常感激。可是我说的是那个工资的事儿。当初您不是跟我说好了，我来了公司以后，竞标要是成功了，您就把我升到设计总监，然后年薪50万嘛。这个事没跟你办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连这个劳务合同都还没签呢。啊，这太不像话了，还没签啊？马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当初我们把小韩请到公司来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怎么答应小韩的？是不是马上给小韩解决他所有提出的要求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赶紧问一下人事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任师傅，我是马勇。这包小涵的合同怎么到现在还没签呢？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不是，你们赶紧把这事给办了，否则明天都不要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侯总，他们说有几个人请假了，而且最近事儿特别多，所以事儿比较多。事儿多是理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如果包小涵这个问题不把它马上解决了，人事部所有的员工，包括你在内，全部给我滚蛋！别，那侯总，这严重了。小韩，担当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马总，我对不起。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分小韩的心，明白吗？小韩啊，哎呀，刚才我一激动，这心脏你看。您消消气啊。哎呀，小韩，我跟你说句话，该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，1分钱都不会少。啊，海城项目现在已经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了，现在需要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成好了，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来，拜托你了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亲自来解决。哎呀，侯总，好，我信，侯总您也放心，那个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好好干小伙子。哎，那侯总、马总我就先走了啊。侯总，您也别太为难他们。他的事情我稍后我再处理他，你去吧，你去忙。像什么话，马勇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接下来看他的实施能力啊，他能力能达到，这钱就给。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，他还问我要钱，我没问他要钱都算好的了。喂，玛丽，你在哪儿啊？哇，我们这儿下大暴雨，我那破房子全部都被水给淹了。对呀，我所有的衣服啊、鞋啊、行李全部都被淹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这正开会呢，帮不了你啊也。不是，主要是我这儿现在住不了了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先住2天呀？啊，这不行，我这不方便，在给我会客呢。不是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让我住天桥底下去吗？哎，不说了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我给他，喂，啊，什么呀？喂，巴鲁。喂，侯爵哥哥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这下了好大的雨，然后我那房子太旧了，我家里东西都被淹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我现在我家里住不了了，我不知道打电话找谁帮忙，所以我就给你打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帮你在酒店看看房间，你先上酒店住几天，好吧？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是不是太麻烦你了？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
那个您给我发个定位，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回去收拾一点行李，然后我等你过来。好嘞。好，一会儿见。Yes。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，我还带这么多行李。没事，你说你有困难，朋友不帮忙，谁去帮忙？对不对？没事啊。谢谢。这儿来，房卡。OK， 来，快进来。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！哇，我从来都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，这还是无敌海景房哎，太棒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过来帮我扶着门，快点。太开心了！扶住了啊！侯杰哥哥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喜欢就行啊。而且，从来也没有人对我像你这么好过。那你就别跑了，你看，要不先洗澡，早点休息。洗澡？那在这是不是有点不方便？我说你累了一天了，去洗个澡，早一点休息。嗯。你自己。哦。啊，那，你别想歪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对，我想歪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休息了。好，赶紧休息吧啊！你们快走吧。拜拜。侯杰哥哥，你还会来看我的吧？来看你啊，赶紧来看你，快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！噔噔。露露这女孩啊，太可怜了。哦。你哦什么？没有同情心呢？你就不让人可怜，知道吧？我不需要，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过成什么样，都不会麻烦别人同情。那是你太强了，你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么辛苦啊！好像你知道似的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慢走啊。没事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内部调查都结束了，放心吧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而且我还给侯志荣看了，他也非常认可。真的？真的，他说了你一堆好话，他挺信任你的。小敏，在你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啊，我是觉得你很有必要啊，上几个相亲网站，还得找几个人，真的见个面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担心警察怀疑我，还是怀疑你啊？你想啊，你是公司的会计啊，公司的钱你都过手的。你说警方会不暗中调查你吗？我是公司高管，那公司的内容我知道的最清楚，当然也少不了啊。如果对你的怀疑是1分，那对我也是1分。
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在暗中交往，那对我们的怀疑就直线上升。但是你去相亲的话，不就证明你是单身的吗？那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利益和动机。那我去相亲，也不吃醋啊？我让你演出戏给他们看，又不是真的去相亲啊，傻瓜。小明啊，小明，相信我。还有啊，你从明天进公司开始啊，就假装生病，1个月以后就可以辞职了。那你呢？你到底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想熬他2到3个月吧。在刘铁浩出狱之前，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。真的？真的。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哦，吴哥回来了啊！慢点。哎，哎，吴大哥您回来了，你已经长得真帅呀！哎，老五回来了！哎呦，吴大哥，你干什么呢啊？哎，这边。学什么呢？学。爸，你这……哎呀，1个星期没回来了，都是灰。太乱了。哎，放哪儿啊？你们坐，我来，你们坐。放地上吗？叔，哎，您别忙，哎，就我来就行了。哎，十一，你照我这个，小红，别，十一，把你爸架走。你刚来，我来。我们找门。来，哎呦，上楼去啊，晒太阳。那你把小猴照顾好啊。知道了，慢点。哎。行了，你也别干了，也不会干家务，我来吧。我不会干，我会学呀，别动。你别学了，别拦着我。这样，你上去陪我爸聊聊天，好吧？聊天啊？去。聊天行，聊天这是我强项。慢点，从这上。哎，叔，你怎么又忙上了？哎，小猴，你坐，我帮你弄。这1个您星期歇着，我帮你弄就好了。脏死了。小猴，你帮我把那门外面那个盆儿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在医院这1个星期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。应该的，不麻烦。这衣服都得……哎，来。叔，你怎么不找一个楼房啊？这到夏天多潮啊！哎呀，走。十一呀，倒想给我租，我不想给他添太多麻烦。像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听您这是有故事啊，叔。哎，小侯啊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啊，早些年，我跟2个朋友做生意，赔了个精光。那2个人跑到国外躲债去了，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把房子卖了，11把车子卖了，也填平不了这个窟窿啊。现在11每个月还得替我还钱呢，真是苦了11了。你别看11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他有好多心里的事儿都不跟别人说。当年他当运动员，拿了第1个全国冠军，就受伤退役了。当保镖这些年，受了很多的苦，要不是为了替我还债，他就去国外培训去了。所以投胎是个技术活啊，11什么都强，就是投胎技术差点。您这么说，我觉得11挺好的，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个父女感情。那你跟11换一换，
让她也做做有钱人的闺女，过几天好日子。我没问题，您看她愿不愿意？什么我愿不愿意啊？哎，诗意，聊什么呢？来，吃点水果。哎呀，方大姐呀，人呢人呢，等你多长时间了？来了，这儿你后面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，也太磨叽了。那等很久了吧？啊，能不久吗？干啥呢？啊？就你自己啊？不然呢？当然就我一个人了。啊。哎，不是。你跟那个侯大少爷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那个好奇你的私生活啊。你看，万一要是有什么记者呀，把这个事儿扒出来给你爆料，我也得知道怎么应对啊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算万一后来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再随机应变呗。不是还有你吗？啊，行。那是咱们对外宣称还是单身，没有男朋友。本来也没有男朋友，而且我也不想自己的私生活那样子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你说对吧？啊，有道理，反正也没人关注。哎，走吧，大明星，请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是侯太太。3节48，16，9048，200多。你吧还是要注意，知道吗？这个出拳的时候要有速度，靠近对方身体，这样才会。陈教官，你先走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追你了。真的，钱教官，你穿迷彩服真的真帅。啊，那个，我是来找你吃饭的。上次嘛说了，这次我请。走。你就不怕我把你吃穷吗？求之不得。我真希望你把我吃穷，因为像你这么负责任的人，万一真把我吃穷了，不得对我负一辈子责呀？你追我的方式就是耍赖啊？也不尽然啊，但还蛮有用的哈。啊，对了，他们啊都管你叫钱钱，我觉得以后我就管你叫小燕吧，亲切一点。你认真的？好，既然你是认真的，我就认真的回答你。海星，我们两个不合适，一点儿也不合适。你不符合我对于未来的那个他的要求，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在我这里，去找更适合你的女孩子。你这么帅，会有好女孩喜欢你的。那所以说，你还觉得我挺帅的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专捡没用的听，对吗？非也。看起来这句最没用，其实最有用。前面你说的都是你准备好的，那不算。人呢，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，是最真实的，这叫潜意识。让你觉得很帅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其他方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加油的。走，吃饭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还有，不准叫我小燕。小燕，小燕，我爱你！我这辈子认定你了，我一定娶你，我要跟你过日子。
我一定追上你，你跑不了了。小燕，我爱你。小燕，我爱你，我爱上你了，我爱你。哇，没想到这里真是这么大。那当然，这个朗诵很火的，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的名额。麻烦您再看。好的。唉，大来，这次机会来之不易，你自己也好好珍惜吧。我知道了，快去吧。那我走啦。哎呦，今天天气好热。哎，你怎么穿那么多啊？没有啦，走，那边新开了一家甜品店，咱们去吃啊，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吃那个牛油火锅。哎呦，你少吃点吧，你脸都这么大了。谁啊？谁脸大？谁？鬼手两列，这边两排，快，赶紧！大个儿抬头，摆头，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。大哥，那边您个儿高，对，快，补上来！报告教官，都完毕了。陆离，哎，全员加油，向后转，齐步走。立定，坐下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散打实战训练班。我是你们的散打实战教官，我叫钱小叶。你们田教官好。今天我将给大家示范一下散打实战的基本技巧。好。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。这位学员，请起立。出列。严肃点。打我。电脑。打我。
来了。大家注意看，注意学习。我来了，我真来了。拉比过肩摔，截腿摔，这个动作兔子蹬鹰，回答正确。侯爵哥哥，我已经离开酒店了，你去结账吧。好啊，你去哪儿了？侯爵哥哥，我到了个剧组。是吗？这个是我们剧组给我安排的房间。这条件有点艰苦啊。不过，为了艺术嘛，啊。什么艺术啊？就是一个网站的节目，叫《新人练习生》，就是10个女生被关在一起，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培训，然后拍下来播到网站上去，特别傻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想自己养活自己呢？你养活吧，好好养活自己吧。要是有别的可能，我也不想来的。谁啊？化妆了，2012房间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工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露露，头发真好看，发质真好。谢谢姐，我在头发上可没少下功夫呢，天天做发膜。我觉得花的钱比在脸上还多呢。真的？哎，那如果下次有要拍洗发水广告的，我可以推荐你去啊。真的呀？那就太好了，谢谢姐。不客气。姐来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露露，你也认识那个网红豆豆啊？岂止是认识啊！我上次跟他在一个开业活动上还吵了一架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明明我是 C 位，他还想抢呢。是吗？真看不出来哎。啊，喂，导演，是我。啊？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嘞，露露啊，导演说要把你的头发剪成短发，这样呢辨识度高一点。剪多短呀？什么？不能剪？肯定是那个豆豆搞的鬼。姐，你帮我好好跟导演说一下嘛，你就说我就这个长度好看，不能剪。不行，那我怎么好去说呢？人导演做的决定，我总不能去反对吧？再说了，我跟这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。哎，露露，喂，侯姐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，我不想活了。
你不是刚刚才到吗？你怎么就被人欺负了？我不管，你快点来，你快来救我！行，我过来。好。来了，你把那个位置发给我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快点。哎，你好 ，C107。哦，好了，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感人的电影，哭到眼睛红肿，一会儿吓到相亲对象怎么办？侯爵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走！着什么急呀？跟我走。哎呦！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他欺负我，非逼我剪头发。女的啊？对呀。怎么了？你弄女的，我能怎么办啊？让你剪头发怎么叫欺负你呢？还是有个明白人啊，帅哥，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这权利，就是你，你不要敢做不敢认。拜托，剪你头发能长在我头上吗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是你自己不敢跟导演理论吧？再说了，剪你头发是工作需要，是可以让你更红的，能不能有点感恩之心啊？豆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智荣建设的公子，而且是我男朋友。还有他，这是他保镖，他会搏击。我告诉你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臭虫还要容易，是吗？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直播，这点击量一定超高。来，播。来。不是，别生，大家好，别生气，咱我是豆豆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。喂，你别走啊你别走啊！露露啊，露露啊，你别哭啊，别哭呀，露露啊。哎，露露啊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帮了呀。刚才那个女的，她都那么大声跟我说话，她都欺负我，你都不帮我。是那女的是不好，但是你说都是女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说说她，对吧？那你也不能让她这样欺负我呀。还有，你那个保镖，他不是过来保护我们的吗？他为什么也不说话呢？他们有他们这个行业的纪律，他只能保护我，他只能在我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出手，对吧？他又不是打手，也不能看谁打谁啊。对，他只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我的人身安全就让我自己来保护吧。你的人身安全没受到威胁，你别哭好不好？他都那样骂我了，还没有受到坏处。我不是一上去想把你吓唬他来着吗？但是没想到这没吓唬住，女孩我也没办法多说什么。还要剪我的头发。哎呀，你这剪头发，这不是剧情需要吗？你这不是为了你热爱的工作吗？对吧？还有你们搞艺术的不都为了艺术都能献身吗？对吧？剪个头发。对，我不懂事。没事了，我觉得哥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啊？我听导演的话，他们要我剪多少我就剪多少，剪成光头也没关系。我去为艺术献身了。你不是你。我走了。
哇！哎呀！这得怎么办呢？这是，你在旁边站着干嘛呢？你不过来帮帮忙啊？那小女孩哭的像我怎么着了似的。走吧，开车吧。哎呀，这个方路呀，挺可怜的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方路问题在哪儿？他就是太善良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。你现在这人，你只要太单纯，就容易得罪人。哦，你老欧什么呀？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不是，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好吗？你别老欧，我最怕人跟我欧。你说什么？说他可怜？我不觉得他可怜呀。她长得又漂亮，一身名牌，当网红又那么多人喜欢她，又有男孩关心她，可以为了她一句话往返200多公里。她哪儿可怜啊？是工作上的委屈吗？我觉得谁都有吧，这不算什么。哎呀，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想，你们不一样。她就是一小女孩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，不是说了吗？她没经历过太多事儿，所以她需要男人保护，你懂吗？哦，怎么又欧上了？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！咱要不多拍几张照片，做个留念？不拍了，姐，你剪吧。那我可就真剪了啊！为了红。要对自己啊狠一点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不然你给我编个脏辫试试？你觉得导演那儿应该能同意吧？脏辫？导演来信息了，怎么说？辨识度很高，通过了，通过了，耶！我不用剪头发了，姐，耶！谢谢你，恭喜你，太好了。那电影挺不错的，是吧？嗯，然后豆瓣评分有8.6，真的。嗯，你先去看。好啊好啊。哎呀！哎，老板，你这是咋了？没事。啊，你肩膀怎么了？你是被打了吗？你才被打呢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啊？那我给你按摩一下，来来来，哎，别碰我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试试。我都跟你说，怎么样？你好像松了点啊。那是，我都说了我很厉害的嘛。还行，你再给我来2下。哎，那轻点，你别下手那么粗，你。可以轻点，但是太轻那就没效果了。你来吧。怎么样？还行，挺专业啊。你这是学过啊？跟我爸学的。你爸是中医？我爸是兽医。好，那个，你给我倒杯水吧。哦。你爸爸是兽医哈？是啊，我没骗你啊，在我们那儿，我爸可是有名的兽医呢。那些什么猪牛羊啊，生了点小病下不来崽的，全都得找我爸。我爸呢，就骑个自行车，吭哧吭哧骑2、3小时到村民家里。哎呦，这一年到头能骑坏不少自行车呢。那你爸爸还挺伟大。那是。哎，你别看那些小动物啊，可有些小动物可凶猛了。猪啊、牛羊就还好，
有一次啊，我爸遇上一头骡子，那骡子灌药的时候就一脚就踢到我，反正我爸躺了1个月才好呢。所以你跟你爸学什么了？啊，哎呀，我这不扯远了吗？那个后来我爸因为医术高明，又学了按摩，在我们那儿啊开了一个挺大的按摩馆来着。那你直接说学按摩就得了吗？你这100个字就5个字有用。刚好你给我打疼了，你把我当骡子了。没有，对不起，老板。没事。老板，今天收到一个快递，好像是给你的，我已经给你拿上去了。非常好。你看上回开会之后啊，我回去做了一部分调整，我把原先的这个网壳结构转变成现在的这个网架结构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但是如果这个新材料用量没有减少的话，可能这个施工周期和预算还是会有点问题。不会的，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虽然新型材料没有减少，但是它整体结构改变了，它辅助材料变得非常少。现在安装工艺也变得很简单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来，两边可以平衡，而且工时和工费不会有增加。小韩，哦，你怎么看？我个人觉得呢，小侯总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，不过可能还是忽略了之前那个老问题，就是海城8号这个项目离海岸线不到1公里的距离，海水的腐蚀作用会很强。至今为止，这种新型材料呢，在沿海地区还从来没有使用过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修缮和维护费用会不会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呢？不会，因为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个新型材料的参数啊，参数证明这个材料在沿海地区不会有一点问题。好了，新型建材上次已经被质疑过了，一个问题不要讨论2遍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小韩，你说说你的方案。好。不是，我这个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完了。你说。我这个方案呢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要去哪儿？回家。偶尔当当逃兵也没什么。你说谁逃兵？你不是因为你爸当众批评了你，所以接受不了？不是，批评我不要紧，但是你要对我有最起码的尊重，懂吗？对我有信任，儿子就能不尊重了吗？可能你的方案做的确实不够好。不好怎么了？不好我得重新做，但是你得听我讲完吧，你不能话不让我说完吧？不跟你说了，说你也不懂，没丈夫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？我妈就是啊。得了吧。你看她现在挺优秀，挺优雅，在我小的时候概念里，她就是个巫婆，真的。只要我在家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她都挑毛病，给我泼冷水。后来我去了训练队，也是一样，不管赢多少比赛，她都说是侥幸，不是实力。都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孩子啊。所以我觉得一直自己都不够努力，我就拼命训练，拼命的参加比赛，直到我带上赢得了第1块金牌，他才对我说：“你很棒。”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他一直打压我，不是不信任，是希望我更好。啊，怎么样？这样的老妈，给你爸换换？我不换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不回家了？回去做方案呢。
那方案侯总不是交给包小涵了吗？他做我还不能做了吗？万一被否定了呢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呢你？哎，你好，是钱小姐是吧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我是马宝南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钱钱。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我就认出你了。啊。身高、体型、相貌，都很完美。啊，谢谢。你这怎么约我来这儿见面啊？来这儿我们做个检查。啊，不是。做什么检查呀？为了我们的孩子的优质基因啊！啊！这别人的孩子都想赢在起跑线上，我的孩子那得抢跑，而且在基因上就得赢，对吧？我带你进去做一个优生优育的检查。如果说有什么遗传性的缺陷啊，我们也不用耽误彼此的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这要是没有啊，我们再把一切交给感情。你有这个不孕症，我也没嫌弃你呀。咱不是都来医院了吗？咱可以治啊！说什么呢？小点声！干嘛小点声啊？都来医院了，号都已经挂了，走，看大夫去，走！你神经病吧？你要相信科学是可以治的。神经病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啊，过来看病啊！进来，侯总啊，咱们该开会了。开会了啊？哟，到点儿了。刚才财务那边跟我说呀，咱们还有2笔工程运输款都还没到账，这不后天又要发工资了，现在这账上的钱啊不够用。老办法，先向银行贷点款应急。啊，好嘞。哎，侯总，我跟公司的合同呢？也要到期了哟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你还需要跟公司签合同。那当然了，在我的心里啊，你就是咱们智荣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谢谢侯总赏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关于合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想法我都没有。哎呀，只要您不赶我走呢，我就好好跟您干一辈子。瞧你这话说，咱们可以签个70年的使用权。使用权不行。终身产权。其实合同啊，并不能真的拴住一个人。就算是我今后退居2线了，我也会让你继续辅佐侯爵的。他身边可不能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那是我的荣幸，都听您安排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伙儿都说说嘛，这个方案觉得怎么样？那小韩，我就直说了啊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其实没有比我当时的方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方案设计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常规了，啊，如果建材再走这个风格的话，那这个项目就没有任何亮点。啊，亮点这个嘛，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的确不太好去创新，所以我还是选择稳妥一点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对你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我也特别欣赏你的才华。我觉得亮点是我们设计的根本，是我们设计的灵魂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觉得不是小韩的问题，最根本还是我们固化思想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不光应该创新设计，还应该创新我们的思维。如果公司一味的把我们年轻设计师框在一个框里，一味的为了安全不出错，那我觉得很难去创造出什么特别厉害、特别新颖的设计产品。
我对这个方案有一些新的看法，要不要听一听？你说来听听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要先跟侯总道个歉啊！上次开会是我的态度有问题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您别生气。您先看看我的方案，这次方案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，都能给我提一些意见，提一些建议，啊，大家都真诚的啊。如果提出有价值意见的，我个人送一箱红酒，好吧？这是我最爱的。看来非得在鸡蛋里挑骨头了。来，遥控器给我。看没看啊？我的新方案拿出来之后，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善了。哎呀，哦，不是什么意思，您应该为我这个天才的想法欢呼雀跃。我觉得包小涵可能会有点生气了，你不应该跟他解释解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提建议很不客气啊。开会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那用他的方案我也没生气啊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这个人心事比较重，而且初来乍到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里。哎呀，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对吧？男人你输了就得认。再说我刚来也没多长时间呢，我都能适应，他一个前辈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好吧，我只是建议而已。下午2点吗？改上午8点了呀，昨天晚上就通知了呀。啊？你该不会睡过了吧？其实我也是调了3个闹钟才起床的。不是，没人告诉我啊。怎么会？导演说这次培训特别重要，还请了模特教练来给咱们上课呢，还分组了呢。要不，你去问问豆豆怎么回事吧？昨天就是他通知大伙的呀。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明天下午2点的培训改到上午8点，地点不变，特此通告，不要迟到啊！什么呢？哎，马总。哎，我说你呀也太拼了啊！一个有价值的意见就1箱红酒，你让人设计师没活路了。我不喝了。他是我那么老爸，我要不努力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多少人羡慕你有那么个金主爸爸呀！马总，你要羡慕我，你就跟他叫爸去。
我是没那个命。哎呀，你爸那是真爱你，他为你花钱从来都不含糊。他要是觉得哪个女孩配不上你了，宁可花钱让她走人。不至于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不，我是胡说的，跟黄月。哎呀，怎么公司这个进的茶那么苦啊？我得跟……哎，你回来马总。黄月跟我分手，是收了我爸钱了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那回事。你就说一半，你告诉我呗。上回走廊里，我是不是吓你一跳？吃中饭呢？爸，你钱花不完是吧？怎么了？你要是花不完啊，咱们做慈善，啊，帮助贫困灾区的儿童，给人建学校，对吧？实在不行给我换车呀。你拿100万去给我前女友，让她跟我分手，啊？这事你既然知道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爸，我真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呀？我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，我感谢你让我知道，真的有人会拿感情和钱去换算，啊！也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，这个人会因为100万就不顾我3年的感情，卑鄙呀！这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不靠谱，对不对？你听吗？你不听啊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招。哎呀，我这3年的感情100万就给我打发了，成，谢谢你啊，爸。你现在明白还不晚呀。啊，你说这一个女朋友100万，我这1年到头的，我怕你破产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拜拜。你臭小子！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找朋友叙叙旧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？必须告诉我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去找朋友叙叙旧，听不懂啊？干嘛呀？我去找我前女友，我问一问怎么回事，跟我处了好几年，拿了我爸100万就跟我分手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人家都结婚了，你问这个有必要吗？结婚怎么了啊？我还傻呵呵的跑去找他，人家直接一张请柬甩给我，我一看新郎不是我的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翻篇了，好吗？就是你砸我车那天，祸不单行。怎么看你那天也气儿不顺呢？我气儿怎么顺？我凭什么气儿要顺？啊，你交男朋友没问题，你跟我分手没问题，你拿钱没关系，这都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得告诉我呀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。你不能什么也不说，直接把事情都做完之后，回头直接把我踹掉，没这道理吧？钥匙给我。干什么？我开车。任海江，你把你上次查的那个叫白泉的牙科诊所地址发给我。喂，我这边好了，我现在就出发，现在过来。嗯，好的，一会儿见。黄月啊，怎么又来了？
钱都花完了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没见过100万，觉得还挺多的，花了才知道，还真是不经花。说的就是当时也不多要点儿，要个1000万，要个5000万，对吧？还能多买点东西。要个100万，什么也干不了，还把咱们3年感情就这么卖了。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不是我出卖了我们的感情，是我放了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婚姻就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，你应该找一个门户相当的女孩结婚，通过婚姻让你的家族事业更上一个台阶，也让你的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被我爸洗脑了吧？因为他说的对啊，我不可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，我担不起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你跟我说呀？你问问我的意见，对吧？你不能直接找个老公结婚了呀？这跟他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用他的钱，我只是用这笔钱还了我父母为了供我去美国读书借的钱，然后买了这辆车，租了一个门店，想要开一个面包店。我从美国回来这半年一直没有工作，我一直想要开一个面包店，不是1天2天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可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一样。现在女孩今天要开一美容店，明天要环游世界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。你要真想要，你认真点跟我说，我能不给你开吗？我很认真的说过，可是你不是说吗？金钱会玷污纯洁的爱情。不是吗？对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生下来就衣食无忧，花钱如流水，你对钱没有概念，但是我有。谢谢你不嫌弃我。在美国这3年，带我吃好的喝好的，还带我到处去玩。但是，我更希望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等一等，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，你拿的不是100万，不是1台车，也不是一个面包房，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，我更愿意抓住现在能抓住的。按现在的发展，面包房还有3个月就回本，然后就会赚钱，很快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，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。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踏实的生活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过小日子。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，让我一点都不踏实。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还没走？老公，又是你！我警告你啊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那个，侯爷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兄弟，之前闹你婚礼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，啊，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，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好好过日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对不起啊。老公，咱们走吧。你说的这个方路，
还要用这招吗？这招恐怕不好使。本来不想让他知道，谁知道请走一位，来了一位更次的。这也是难免的。他的条件啊，太好了，人从国外回来，又单纯，关键他不懂拒绝，所以呢，就难免会给那些动机不良的女孩利用上。这是让我最糟心的。想要继承家业，必须头脑清醒，拎得清。像他这种做烂好人的，难成大器。所以你把黄月的事告诉他，那是做对了呀。他聪明得很，虽然嘴上硬，那是跟你要面子，但他心里啊，一定会记住那次教训。其实他说的也没错，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你们价值观不一样。你跟你之前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你说你们也不分对错吗？当然我不该这么比啊。没事儿，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其实黄月没错，我也没错。要说错，那是我爸，有他在，我永远别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侯爵哥哥，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你不理我了吗？哎，咱们找个商场买点东西。好。这哪个好看？帮我选一选。都挺好看的。就给我这个吧。先生，你很有眼光，这款非常适合这位小姐的气质。别，不适合我，这项链听着都会被气死的。适合吗？你戴我看看。我不戴。你戴给我看看。我不戴。我试试。不适合我。看。确实不适合你。是它吧？好的。你说前2天那个方路，咱俩去帮忙，什么也没帮上，搞到最后他也挺尴尬、挺丢人的。就买个礼物送给他，安慰他，让他心里好受一点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我跟你解释，我跟你聊聊天儿，也没人跟我聊天，天天就你跟着我。你帮我拿着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蓝总早。早。这个医院跟酒店风格不符，换掉。好的。花太俗了，换成兰花。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联系过了。人家说呢，5天1几年前就已经辞职了，只留下这一个联系方式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给我。15分钟以后，各部门经理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